拜登的两手准备，中美共推俄乌和谈，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就在乌克兰军队将要发起大反攻的当下，美国内部传出了相对悲观的声音。美国政客网站报道称，拜登已经为这场战役做了两手打算。一旦乌军的反攻未达到预期，美国将采取 B 方案来对抗国内的反对声音。拜登政府希望能够与中国重新接触，以便推动俄罗斯参与谈判。如果美国联合中国来推动俄乌谈判，那么到时候就有可能会成为乌克兰危机的一个有效解决手段。我们不难看出，上述报道表明，美国似乎已经在为乌克兰军队反攻失败找退路了。这种说法看起来合情合理，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基于过去明斯克协议被欺骗的教训，俄罗斯无法在和平谈判问题上信任欧洲，更不要说美国了。一旦美国发现无法通过军事手段解决乌克兰危机，甚至通过战争的方式削弱俄罗斯的目标都无法实现，那么只能推动俄乌和谈。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就需要找到一条退路，需要一个对俄罗斯有着巨大影响力的国家成为中间人。在这种情况下，拜登政府只能与中国政府合作来推动俄乌和谈。美国这么做的好处是避免中国成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主要倡导者，而自己呢被晾在一边，从而导致美国影响力的进一步受损。从推动俄乌和谈的角度来看，中美合作成功的可能性要远远大于当前的美国反对和谈，而中国推动和谈的情况。那么现在的问题是，美国真有可能与中国在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合作吗？恐怕根本不可能。首先，乌克兰危机的真正掌控者不是俄罗斯，也不是乌克兰，而是美国。拜登政府有的是办法让这场战争一直打下去，直到俄罗斯觉得不划算为止。美国掌控乌克兰战争进程的牌还有不少，比如下一步向乌克兰军援短程战术导弹、战斗机等等，甚至呢还可以鼓励西方国家的飞行员前往乌克兰作战，让波兰等国增加雇佣兵的派遣数量等等。所以，就算乌克兰军队反攻失败了，美国有的是办法让乌军继续打下去，直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从消耗战的角度来看，美国和欧洲国家消耗的呢，只是其武器和金钱，不会对其国力造成严重影响。而俄罗斯则明显处于被直接消耗的战争泥潭之中，所以美国仍有可能成为这场战争的受益者。如果美国是这场战争的受益者，那么他们一定会想办法让乌军战斗到最后一个乌克兰人。其次，俄罗斯军队短期内还没有条件获得巨大的战场优势。在美国人眼中，乌克兰危机是延续其霸权的契机，主动推动俄乌和谈的唯一可能是乌军出现了崩溃式的失败。而由于俄罗斯军队当前缺少技术优势和战术优势，因此出现让美国和乌克兰感到绝望的战场局势的可能性呢，也相对较小。最后，美国把中国看成是竞争对手，在乌克兰危机问题上又投下了过大的赌注。就算是美国想推动俄乌和谈，白宫也很有可能会选择直接跳过中国，与俄罗斯展开交易。在历史上，美国出卖盟友的事儿也经常干，但是几乎不会找个中间国家协商。与俄罗斯直接交易更符合美国的利益，也可以避免中国外交影响力的进一步扩大。对于俄罗斯来说，能与美国和欧洲直接谈判也是非常有吸引力的。不要忘了，普京心中的俄罗斯可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极，以有尊严的方式回归西方才是这场战争的真正目标。总体而言，就算拜登有乌克兰军队反攻失败的预案，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更大的可能仍然是如何增加在战场上的赌注，而不是推动和谈。
就算要推动和谈，也会直接找俄罗斯谈，而不是与中国进行合作。对于美国来说，会利用一切机会在中美战略竞争中获得优势。我们对此必须要有清醒的认识。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